中国第7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仅3周之后，政府宣布三孩政策即将推行。计划生育一直是中国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1953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人口学家马寅初等人提议，中国政府开展了第1次全国人口普查。最后结果显示，中国总人口突破6亿，比1949年增长超过1亿多人口，人口自然增长率超过2%。随后，马寅初多次向政府提出要进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这一政策获得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认可，并随后在全国开始推行，由此拉开了中国政府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口控制。那么，中国政府实施计划生育，进行人口控制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这一政策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为何计划生育的政策在现在又要逐步放宽？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在开始之前，欢迎点击视频下面的订阅，点开小铃铛，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正式开始。1958年4月，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提出了人多力量大的著名观点。他写道，除了党的领导之外，6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情高，干劲大。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偏偏不巧，这个时候马寅初提出了一个新人口论，提倡要进行计划生育。马寅初1882年出生在浙江绍兴，1907年被清政府派往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官费留学，攻读经济学。1910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又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业完成后，于1916年回到中国，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任经济系的教授。1927年担任浙江省政府特别经济顾问，后来又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财经委员会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年近古稀的马寅初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58年7月，康生到北大做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意思对马寅初发起批判。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它的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是马克思的马呢，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马尔萨斯，英国牧师、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他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研究人口与发展关系的经济学家。他的代表思想是贫困陷阱理论，也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假设人口是几何指数的增长，而食物的生产只能以算术指数的增长，所以最终只能靠饥荒、战争、疾病或者政策干预等方式来抑制人口增长，否则社会就不能往前发展，反而会进行倒退。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尔萨斯理论的强烈反对者，他们看来，马尔萨斯所谓的人口对生产力造成压力的问题，实际上是生产力对人口的压力。换句话说，马尔萨斯把生产力低下归咎于过剩的人口，实际上是动荡的资本主义经济造成的后果。危机、失业、贫困等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的产物。毛泽东更是表示，现在看起来搞10几亿人口也不要紧，把地球上的人通通集中到中国，粮食也够用。转折点发生在大跃进之后。大跃进3年困难期间发生的大饥荒，共造成了中国大陆1500万至55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胡耀邦说，当年毛主席要是肯听马寅初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会突破10亿大关，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至此，计划生育开始成为中国政府的一项基本国策，在全国推行开来。要说中国在新世纪经济腾飞的原因，绕不开2个话题：改革开放和人口红利。出现在1990年代的人口红利理论认为，特定的人口年龄结构和丰富的劳动力可以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额外源泉，也就是产生人口红利。劳动人口比非劳动人口增加的快，
对于整个社会的劳动力供给、生产率的提高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口红利也会形成更高的 GDP 潜在增长率。人口红利理论后来又发展出来一个二元经济理论。现代经济部门，比如城市里的各个工作岗位，如果能够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那么就可以实现劳动年龄人口的更快增长，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劳动力无限供给。回看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大量农村剩余的劳动力涌入城市，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完美印证了二元经济理论。而中国目前面临的棘手的问题是人口老龄化，廉价的农村劳动力不能持续下去。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21世纪全球的大趋势。联合国的预测数据显示，2020年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重在发达国家占比为 25.9%， 在发展中国家占比为 12.1%。 而中国拥有全球最快的老龄化速度，全球规模最大的老年人口，以及未富先老的特殊境遇。接下来我们逐一来看这几个方面。生育率下降、寿命延长是人口老龄化的两个主要原因。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处于人口正常更替的水平之下，而中国人的预期人均寿命已经提高到了81.1岁。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的老龄化速度进程都是最快的。根据联合国的预测，在2015年到2055年，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将以每年 2.35% 的速度提高，而世界的平均速度为 1.53%。 另外，中国老龄化有未富先老的现象。未富先老就是说，中国老龄化的程度在世界上的排名远高于人均收入的世界排名。2019年，中国的人均 GDP 是10262美元，远远低于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而老龄化的人口比重为 17.5%， 其他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为 12.5%。 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一般都会经历两个重要的转折点，一个是劳动年龄人口的负增长，另一个是总人口的负增长。中国人口的第一个拐点已经发生在2010年，15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并开始负增长。这一年龄段人口在2010年到2020年10年间减少了2349万。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人口第二个拐点预计发生在2020到2030年，此时中国的总人口达到顶峰并开始负增长。那么老龄化会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呢？下面我们聊一聊这个问题。第一个人口拐点出现后，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人口红利开始消失，经济增长从加速开始变为减速。同时，由于劳动人口的减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会逐渐萎缩，同时劳动力成本会上升，制造业的竞争力会下降。众多国际公司把代工厂从中国搬到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就是人口拐点出现的具体表现之一。消费、投资、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第二个人口拐点，总人口的减少将会从消费与需求端来影响到中国的经济。首先，人口负增长意味着消费者的数量减少，由此会降低社会的整体消费量。其次，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劳动人口缴纳社保的负担会加重，用来消费的钱就会减少，而老年人消费本来就比年轻人少，这就会在宏观层面上降低社会整体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另外，由于社会对老龄化的焦虑，更多的国民收入会被用来储蓄养老，而不是进行消费，这就会加剧储蓄过度和消费不足。中国目前还没有达到第二个拐点，但是日本已经经历过两个人口老龄化的拐点。日本在1990年代达到第一个人口拐点，当时日本政府没有做到很好的应对，导致日本经济失去了10年，陷入萧条。日本在2009年达到人口峰值，并随后进入人口负增长，经济增长同步受到巨大的冲击，当年的 GDP 增长率为负的 5.4%。
但是因为日本在第一个人口拐点到来之前已经实现了战后重建和经济恢复， GDP 总量已经是世界第2位，整体国民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前列，人口的负增长也是发达国家的通病。而中国因为未富先老，人口形势比日本更加严峻。开放3胎政策只是一个开始，如果不解决户籍制度问题、教育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即使放开10胎生育，我想也不会产生太好的结果。那么大家对于国内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分享。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觉得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那我们下期再见。